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在睡觉时因腿抽筋而疼痛醒来，多数人以为这只是因为缺乏钙或运动不足所致，实际上，腿抽筋也可能是一些严重疾病的讯号，如不及时发现和治疗，可能危及生命。那么，腿抽筋可能是哪些严重疾病的讯号呢？故事演绎：张先生是一位40多岁的白领，工作压力大，常常加班。他有一个不良的习惯，就是喜欢喝咖啡提神。有一天晚上，张先生又喝了几杯咖啡后回家睡觉。半夜，他突然感到右小腿剧烈抽搐，痛得他直冒冷汗。以为只是缺乏钙或疲劳的张先生，忍住疼痛按摩了一会儿，稍有缓解后，然后忍痛继续睡觉。然而，第二天早上，张先生醒来后发现右小腿肿得像馒头一样，还有淤血和发红。他赶紧去医院检查，结果被诊断出患有深部静脉血栓，这是一种可能导致肺栓塞甚至死亡的危险疾病。医生告诉他，如果再晚一点来医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么，除了深部静脉血栓外，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起腿抽筋呢？这4种疾病都可能导致腿抽筋。心脏疾病，心脏功能不良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，使腿部缺氧，进而引起肌肉痉挛。此外，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，如利尿剂，也会造成体内电解质失衡，进一步诱发腿抽筋。心脏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，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寿命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心脏病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疾病，每年造成约1800万人死亡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及时检查心脏健康，控制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等危险因素，避免吸烟、饮酒等不良习惯，保持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心态。糖尿病会导致血糖过高或过低，影响神经和血管功能，使肌肉无法正常收缩和放松。此外，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出现低血钾、低血钙等情况，也会增加腿抽筋的风险。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疾病，主要由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受阻所致。如果不及时控制和治疗，糖尿病还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，如心血管疾病、肾脏病、眼部病变、神经损伤等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定期检测血糖水平，遵医嘱服用药物或注射胰岛素，注意饮食控制和营养均衡，以防止低血糖或高血糖的情况。忧郁症会导致神经传导物质失衡，影响肌肉的神经控制。此外，一些治疗忧郁症的药物，如抗精神病药物、抗忧郁药物等，也会对肌肉的收缩和放松产生不良影响。如果没有及时诊断和治疗，忧郁症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，甚至导致死亡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关注自己和身边人的心理健康，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商和治疗，避免过度压力和负面情绪，培养正向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的人生观。关节炎会导致关节的发炎和僵硬，影响肌肉的伸展和弹性。此外，关节炎患者也容易出现缺钙、缺镁等情况，也会增加腿抽筋的风险。关节炎也会导致关节畸形、功能障碍、失能等。保护自己的关节，避免过度负重或劳损，定期检查自己的骨密度和血钙水平，并适当补充钙质和其他营养素。既然了解了这些可能导致腿抽筋的疾病，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？预防腿抽筋的5个方法：保持水分和电解质平衡，每天要喝足够的水，避免脱水。若流汗多或运动后，要及时补充含有钠、钾、钙、镁等电解质的饮料或食物，如运动饮料、香蕉、豆制品等。增加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。钙和维生素 D 是维持肌肉收缩和放松正常的重要营养素，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如牛奶、乳制品、豆奶、鱼类、虾皮、芝麻、深绿色蔬菜等。如果需要，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钙片或维生素 D 片。坚持适当的运动，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耐力，改善血液循环，预防肌肉萎缩和僵硬。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，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、自行车等，但要注意运动前后要做好热身和拉伸，
避免过度用力或突然停止，改善睡眠品质。睡眠不足或不规律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，使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。保证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，并且尽量保持固定的作息时间。另外，也要注意睡眠姿势，避免过度弯曲或伸展腿部。调整饮食习惯，有些食物或饮料会影响肌肉的收缩和放松，增加腿抽筋的可能性。尽量避免或减少摄取咖啡、茶、可乐、巧克力、酒精等含有咖啡因或刺激性物质的食物。同时，注意饮食的均衡和多样，不要偏食或挑食，以免造成营养不良或过敏。如何缓解腿抽筋的疼痛？立即停止引起腿抽筋的动作，轻轻地伸展和按摩抽筋的肌肉，直到感觉松弛，或用热水袋或冰袋敷在抽筋的部位，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消除发炎。也可以服用一些止痛药或肌肉松弛剂，如阿司匹林、布洛芬等，但要注意不要过量或长期使用，以免造成副作用。当然，如果腿抽筋频繁或持续发生，请及时去医院检查，排除潜在的疾病原因，并寻求专业的治疗方案。结语：腿抽筋不是小事，要及时重视，可以用以上方法缓解。当然，如果腿抽筋的次数在一段时间内太多，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，不要轻信什么偏方瞎治。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腿抽筋的问题或经验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